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九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华第一陵秦始皇陵。公元前221年9月，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秦帝国，而这位开创历史先河的第一任皇帝就是秦始皇。而在他死后，同样也创造了历史之最。他的陵墓堪称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地下建筑，但是由于目前技术有限，导致一直被保护和封存在地底，无法一探究竟，所以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千古之谜。公元前221年，年仅39岁的嬴政在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征集劳工来给自己修建陵墓。这些劳工日夜赶工，风雨无阻，一生都被秦始皇所支配。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高呼黄侯将相宁有众乎，民众们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此时秦始皇陵还尚未修建完成，年纪尚小的秦二世惊慌失措，发出了未知奈何的感慨，群臣献策，决定由大将章邯带领陵墓劳工前去抗击。之后统治者害怕参与修建陵墓的劳工们会将秦始皇陵的秘密泄露出去，便当即坑杀了剩下的所有劳工。据资料显示，秦始皇陵修建一共耗费了39年，最高峰时刻征集劳工80万余人。因为条件艰苦，导致伤病死亡众多，最后只剩下了不到20万人。在公元前220年，西方罗马帝国还在被战火洗礼之中，而东方这边的秦帝国已经从战国时代的混乱中脱颖而出，第一次出现了大统一的王朝。之后居安思危的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对生命和死亡出现了畏惧之心。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永续万年，长生不老，便开始痴迷于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除了派遣大规模的队伍在全国各地寻找长生不老的丹药外，还加强继续扩建自己的陵墓。实际上，在嬴政13岁继位秦朝大王的时候，秦国已经开始为他修建陵墓，这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一项传统规矩。但是刚开始修建的陵墓并没有达到后来的规模，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成功统一了中国后，这座陵墓才开始全面扩建，历时39年时间，直到秦始皇去世的第2年才不得不完工。我们对比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埃及胡夫金字塔，当时建造动用了10万名劳工，花费了10年的时间建成。这么一比就能发现，建造秦始皇陵人数是胡夫金字塔的8倍之多。从动用人数规模和建造的时间长短来看，秦始皇陵都是人类修建规模和难度最大的建筑工程。秦始皇陵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2部分，陵园区占地近8平方千米，近似长方形，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大体呈回字形，而由内到外分别是地宫、内城、外城和外城以外，而地宫就是存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以此为核心展开。地宫的最上面是使由人力堆积而成的封土堆，高度约为76米，其他所有的建筑和陪葬坑都如众星捧月般围绕着它。这儿用一个比喻就能够让大家知道秦陵究竟有多大。我们拿北京故宫来说，秦陵总面积为 56.25 平方公里，而故宫总面积为72万平米，秦始皇陵相当于78个故宫的大小。我想这个记录估计拿个吉尼斯纪录是轻而易举的事，相信往后也不会有谁可以打破这个记录了。秦始皇为了显示他生前的功绩，命令必须以军队的形式来陪葬。他认为自己生前开创的辉煌功绩，死后也必须用相对等的辉煌工程建筑才配得上他的丰功伟绩。可惜直到今天，如此宏伟的一个工程还没有人见过里面真实的样子。后人对秦始皇的了解全部来自于《史记》的记载。那么千百年来，秦始皇陵究竟有没有被盗墓贼侵凌过呢？关于秦陵被盗一事，在《史记》中有所记载。项羽烧秦宫室，掘秦始皇冢，私搜其财物，罪4。水经注中也有记载，项羽入关发支，以33万人，30日运物不能穷。这2部史书都说明了秦始皇陵被盗的情况。项羽占领了秦朝都城咸阳后，
不仅一把火烧掉了秦始皇的宫殿阿房宫，还把所有的财宝都洗劫了一遍。入关以后，又动用了33万兵力挖掘秦始皇陵，欲把秦始皇尸体拉出来泄愤。但是由于秦陵面积过于庞大，尤其是秦陵地宫的建造质量坚如磐石，项羽即使有开掘之心，也难得如愿。后来的考古发现，秦始皇陵内城西北处有一个相当于故宫1/3大小的宫殿建筑群，被烧得只剩下基石。这应该就是项羽当时所为。2002年，中国863秦陵考古计划启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空前的一次考古行动。当时聚集了全球100多位考古界和地质界顶尖的专家，运用最先进的遥感探测设备，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全面的探测。考古队在秦陵四周打了5万多个小洞口，发现了很多重要线索。他们探测发现，地宫内部四周有超过5米厚的城墙包围，还找到了通向地宫的隧道位置，并且发现隧道并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现场发现了不少盗洞，但这些盗洞全部都偏离了真实的地宫的方位。其中最大2个盗洞直径约1米，深度达到了9米。根据其形状特征判断，应该为宋朝盗墓贼所为。而且考古发现，秦陵内部还是比较干燥的。通过遥感也发现了内部有大量的金银器物陪葬品，并且还探测出了地宫之中有大量的水银流动的迹象。由此，专家判定秦始皇陵历经千百年保存完好，并没有被盗墓贼破坏过的痕迹。据历史统计，中国500多个帝王陵几乎全部被盗，有些陵墓早已被盗1000年之久，没有被盗的帝王陵只有3个。一个是秦始皇陵，一个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还有一个则是千百年来都没有人能找到的成吉思汗陵。而秦始皇陵则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的佼佼者，是价值最高的一座。如果说内部还没有被破坏的话，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么一座有价值的陵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都不对进行其考古挖掘呢？首先是保护技术在目前的科技技术下还不够成熟，很多文物埋藏在地下，处于密闭的状态，一旦出土，上面的成分接触到空气会发生化学反应，会加速文物腐败。这种大规模的陵墓考古一般都要使用封闭式挖掘，但是秦陵地宫的面积过于庞大，以目前技术条件是不可能做到全封闭挖掘的。还有原因是，国家对帝王陵墓的挖掘多是出于保护为前提，有些陵墓之前已经被盗过，为了防止坍塌才进行挖掘保护。那些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原则上是不允许主动去挖掘的。1956年，时任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郭沫若向国家建议挖掘明13陵的定陵。刚开始遭到了很多考古学家的反对，但是在郭沫若的一再坚持下，最后获得了中央批准。当时由于考古意识和技术双重落后，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开展挖掘工作。当空气进入了这个封闭了近300年的陵墓后，成百上千的自化器物迅速腐化，受到了非常巨大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件事不久后，郭沫若又向国家申请挖掘秦始皇陵。当时时任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坚定地回绝了郭沫若这个请求，并在报告回复中提了7个字：以后尽挖帝王陵。从此这7个字成了中国考古界的基本决策，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真应该感谢周总理的英明决断，不然对于秦始皇陵的破坏真的是史诗级无法估量的损失。1974年，陕西的一个农民到村口挖井，在挖到地下数米的时候，一颗陶制的人头从坑中滚了出来。当时这位农民看到后吓了一跳，因为这个陶制人头颜色和样子跟真人无差，他觉得这个东西不一般，便把这个事情上报了政府。当时政府知道后，为了避免被破坏，便派出了考古队进行保护性挖掘。在挖掘出土后，这些陶俑展现在考古队面前的是一座座高近2米、重达300公斤的泥制兵人。随着数量越来越多，就在原址上修建了博物馆，并给他们取名为兵马俑。然而在任何历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这些兵马俑的出处，真是从古至今无人知晓。直到1974年，人们才第一次发现有这种东西的存在，这也是目前秦陵考古的最大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分为4个兵俑坑，1号坑是主战部队，共计有6000个兵俑；2号坑为特种部队，共计1300个兵俑；3号坑为战车部队，
共计68个兵俑，4号坑里有坑但没有兵俑，只有回填的泥土。据推测是因为秦末农民起义等原因未能建成，其中1号坑的兵马俑最为壮观。兵马俑因为技术手段等原因，4个坑室出土后，剩下的大部分兵马俑都还没有挖掘。整个兵马俑的兵俑数量据推测估计在8000个以上。在1号、2号、3号坑中的兵马俑很多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这很有可能是当年项羽所为。兵马俑在刚出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目前看到土灰色的样子，真实刚出土的兵马俑其实都是有颜色的，而且栩栩如生，如同真人一般。但是由于保护手段未跟上，它们在接触到空气后的几分钟里便褪色成了土灰色。据专家考古发现，兵马俑上的颜料用的是一种已经失传的波斯技术，这种颜料可以极大程度上还原人物皮肤和衣服的真实性。那我们再来推算一下，把这些兵马俑全部上色需要用到多少材料？据当时发现，整个兵马俑颜色主色调分为红、绿、紫、蓝为主要的色彩。在古代，漆器是一种非常昂贵的东西，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它可以保持上百年之久不褪色。而制作这种漆的原材料是漆树，一棵漆树要种6年才能采收枝叶，而给一座兵马俑上漆需要25棵漆树，给8000个兵马俑全部上色需要20万棵漆树。这样的奢侈程度真的可以说是动用举国之力为秦始皇的荣誉买单了。而最神奇的是，这8000多尊兵马俑每一尊竟然在体型、面容、表情上都各不相同。新西兰专家当时使用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扫描后发现，这些兵俑竟然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从这可以看出，这些兵俑应该是从当时秦军的主力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士兵按照1:1的模子制作，所以每个士兵都不一样。在每一尊兵马俑的底部都刻有制作工匠的名字，应该是方便上级领导追查质量而做的签名。可想而知，制作这些兵俑的难度有多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激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意思是说，秦岭里使用了大量的水银来模拟江河湖海，使用机械驱动营造山川大海的景象。而水银在密闭空间里蒸发速度非常缓慢，所以大量的水银在地宫内可以保存几千年之久。而且这些水银散发出来的巨量汞气体带有剧毒，可以杀死任何胆敢闯入的盗墓者。在863秦岭考古项目中，曾多次取样分析，得出位于秦岭地宫之上的封土堆汞含量高出其他土壤近280倍之多。这说明史记中的记载是有真实依据的。根据探测发现，地宫内水银的分布密度呈有规则的几何形状，分布形状和当前中国的大江大河分布非常相似。也就是说，秦始皇很有可能以水银为水，在地下模拟了中国的岷江大川。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秦岭地宫是没有被盗过的，因为如果被盗，随便打穿一个盗洞，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水银早就顺着盗洞挥发殆尽了。另外，秦始皇陵内部的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但是司马迁怎么会知道里面有水银呢？我估计是当时官方故意流露出去的消息，因为只有这样，盗墓贼知道地宫中有巨量的水银的存在，这样他们才会知难而退，不敢去挖掘秦岭地宫。863合作计划里，当时德国和英国专家动用了当时最高的科技手段，对秦岭进行了遥感探测，大致搞清楚了秦岭地宫的内部结构。首先，他们发现地宫内部是一座倒金字塔形状的巨大建筑，底部为正方形，长宽为500米乘500米，一共有9层。在中国，9为95至尊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人。而这个倒金字塔的最底部就是秦始皇的墓室，这是一个相当于5个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巨大空间。在大量的水银制作的山川湖泊中，则是放置了秦始皇的棺椁。在《史记》和《汉书》中记载，始皇帝的棺椁是下铜而制椁，意思是说棺椁是使用青铜打造的。而根据考古学家的勘测发现，地宫内部某个物体的位置在发生变化，这就有可能是秦始皇的青铜棺椁是漂浮在水银之上。
因为水银的密度比水要大很多，如果水银够多，这个棺椁是可以漂浮在上面的。也有一种猜测为秦始皇的棺椁放置在一条特别制造的船上，因为棺椁是青铜打造的话，经过几千年在水银中浸泡也会氧化，只有把棺椁放在这条特制的船上，这样秦始皇的棺椁就可以飘荡在水银构成的江河湖海之上。这也非常符合秦始皇要在死后也能云游四海的愿望。史记中记载着秦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这应该是说墓室的顶部会有大量夜明珠制作的日月星象。下具地理是指水银构成的山川地理，这样的构造就象征着秦始皇死后照样可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统治着秦朝的一切。在史记中有段很有意思的记载说，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则久之，意思就是说秦始皇陵地宫中的长明灯是以人鱼膏为灯油，永远不会熄灭。可是人鱼这种生物自始至终也只是存在于各种神话传说之中，从来没有人在现实中见过它的身影。而且经过不断的考证，人们在三秦记中也同样发现了关于始皇陵内长明灯的记载，只不过在这里灯油的原料却变成了金鱼膏。还有就是地宫内并没有氧气，那这些长明灯究竟是怎么使它一直亮着的呢？这个问题有专家推断，油灯的灯芯中可能掺杂了燃点极低的白磷，在封闭的地宫中白磷并不会自燃，但是地宫开启之后，在进入大量空气后就有可能自燃。如果按此推断，这几乎就为我们解开了地宫中油灯不灭的传言。也就是说，秦始皇陵中的油灯并没有燃烧千年，在地宫封闭之后，由于缺少空气，依然混合皇陵的油脂便熄灭了。但是等到地宫开启，空气进入地宫之后，便使得白磷又开始自燃，进而再次点燃了油灯。这就是让后来进去的人们看到了依然燃烧的油灯，误以为这些油灯是一直亮着的原因。秦始皇陵中到底有多少宝物，我们目前是无从知晓的。但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曾经得到过一块和氏璧，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环璧归赵故事中的那块玉石。秦始皇在得到这块和氏璧后，将这块玉石雕刻成了一块方圆5寸的玉玺，并打算永传后世。这也象征着皇权与地位，并下令谁得到这块传国玉玺就能登基称帝，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据传这块传国玉玺上面雕刻了一只盘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篆字，以此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的象征。历代君王为了传国玉玺，你争我夺，辗转于神州大地2000余年，最后下落不明。而另一个流传版本则是说，秦始皇生前可以把士兵和宫殿都带入地下，那么这个传国玉玺很有可能也被他带入到了地宫之中。而之后历任君王得到的传国玉玺，只不过为了让自己名正言顺而制作的一个复制品。按照这么推测，传国玉玺很有可能就在秦始皇的棺椁之中，因为只有这样，他在地下也是正统的帝王，可以继续统治这一切。最后9个希望的是，秦始皇陵可以一直保持现状，不被打开，希望他继续静静地陪伴中华大地，看着这片他曾经热爱的故土经历沧海与桑田，也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的猜想转变成一份守护，就让它安静地长眠于骊山脚下吧。有时候拥有一个好奇的念想，其实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方式。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科技到达一定程度后，在不用打开陵墓的前提下，就可以用全息投影来透视这座宏伟的地下宫殿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继续分享自己的看法，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